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出道9年一朝爆火，这个男人太酥了。当初点开《琉璃》这部剧之前，真不觉得他会有多么好看，没想到看进去之后，就2个字：真香。从6月开播到现在，本人现在满脑子都是司凤。你们说说，仙侠剧里这种既纯情又专情的男主上哪找呀？女主一靠近他就跟个受惊的小鹿一样，结结巴巴地吐出一句“你别碰我”，看似高冷禁欲生人勿近，实则身娇体软易推倒。再怎么高岭之花依旧耐不住女主的反复撩拨，一心乱就动心了，一动心那可真是覆水难收。时生时世各种方式的虐法都无法阻止男主去爱女主。在往后的情节里，我见证了司凤各种各样的吐血方式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男主平均每集吐血1次。只能说，咱们离泽宫小公主下凡一趟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司凤的人设的确好，但能火出圈也多亏了演员，也就是这位被大家称为8月男友的程毅。程毅的长相乍一看不是属于一眼惊艳的类型，眼型偏圆，有呆萌的少年感，按类型分属于日系食草类型，寡淡也耐品，五官高低错落分明，而且骨相好，下颌线完美，线条精致，给人一种清冷疏离的感觉。这种淡颜系的演员，吃造型也吃人设，换一部剧，换一个造型，你可能都认不出来是他。有人说，程毅的脸适合垫高颅顶，露一半额头，再加上细长眉，有这3样，他的研究绝佳。一没有，颜值就被封印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先头有人觉得程毅的长相放在演艺圈里很一般，而一旦 get 到他的酥点之后，就真是不管不顾地往人心里钻。而司凤这个角色，不管是造型还是人设，都正好把他身上又乖又玉的气质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就像原著作者十四郎形容的那样，远远望之，落落如鹤如竹，清雅高傲，气质中又杂糅了少年的纤细感与脆弱感。每次司凤一落泪，双眉紧蹙，眼神温柔坚定，眼尾又阴阴泛着红，泪珠一滑落，特别容易激起人的保护欲，让人心疼到觉得全世界都亏欠了他。一边心疼一边还是忍不住感叹，这是什么漂亮小宝贝，越哭越魅惑。程毅的身段也是仙侠剧里最喜欢的那种，宽肩细腰，撑得起衣袖宽大的戏服，人又显得清瘦俊逸。打戏更是干净利落，仙气飘飘，一脱衣服又有料，跟脸蛋完全无法联系在一起。而且剧中这身材，程毅自己还说是好久没练的啊，这身材已经好到让我觉得女主有点不识好歹了。有颜有身材有演技，连手都长得骨节匀称，分明白皙。这么一个宝藏演员，怎么现在才被发现呢？只能感慨说，他一直没遇到一个像司凤这样这么好，又这么适合他的角色。程毅已经出道9年了，而且更加想不到的是，他已经30岁了。在琉璃之前，他也大大小小演过10多部影视作品。想去考古的可以去考古，看破不说破，给孩子留条底裤。第1部剧是2025年的《唐宫美人天下》，他在剧中饰演侍卫冯小宝。那时候的程毅还是满脸青涩，脸上也有些肉肉的。在这部剧中，何晟铭演的是他的表兄弟，而10年后，他们变成了父子。这个角色的戏份不重，真正算是让程毅进入大众视野的，是2025年的大热 IP 剧《青云志》。程毅在剧中饰演林惊羽，虽然扮相不错，但是人设不算讨喜。不过当年惊鸿一瞥的翩翩公子模样，还是给很多人留下了印象。
去年的《盗墓笔记之怒海替沙河秦岭神树》，他在剧中一人分饰两角，一个是小哥张起灵，另一个是师长张不逊。军装造型和现代装都可，但这部剧在豆瓣只拿了 5.8 的分数，即使颜值在线，改编拉胯，依旧救不回来。这么多年，程毅一直不温不火。在录制1年级的时候，程毅讲述自己的演艺经历，提到自己曾经被很多导演或者制片人说你不行，你这辈子当不了演员，演不了戏。这句话对他的打击非常大，不过程毅依旧没有放弃，就像他的名字一样，坚持毅力，脚踏实地演戏。拍《营救汪星人》的时候，疯狂健身减脂，好几个月都没有吃过盐，所有菜都是水煮的，因为长期吃没油没盐的食物，好几次都吃吐了，这才有了电影里的完美身材。拍《盗墓笔记》的时候，为了诠释好小哥的角色，又瘦身15斤。工作室最近发布的工作 vlog 里，程毅依然在坚持保持身材，积极锻炼。正是常年来他对自己业务能力上的严格要求，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他。他说他不想让粉丝失望，他也确实做到了对粉丝的承诺。3. 琉璃火了之后，程毅的微博关注竟长了几百万粉丝，他也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。大家发现这个大男孩竟然年纪轻轻就过上了退休生活。私下里的他的爱好是钓鱼、喝茶，而且还是个2G 网，不会用微博绑定支付宝，不知道弹幕，也没有开通朋友圈，就连说话的语速也是温温吞吞的，俨然一副老干部的样子。因为私凤的人设被人调侃说是黎泽公在逃公主，再加上程毅的原名叫傅诗琪，特别像女孩子，所以粉丝还喜欢叫她琪琪公主。记者采访的时候问他怎么看待这个称呼，他先是一脸懵逼，后是一本正经的解释程毅后期很厉害的。袁冰妍小姐姐表情是亮点，然而大家留言表示不，公主就是公主，武力值再高都是公主。还有因为剧中男主给女主画眉，而且真身是金翅鸟妖，所以被大家戏称为画眉鸟。这个梗果不其然，琪琪子听到依旧是一脸茫然，大家一番解释才反应过来，这哪是2G 网啊，明明就是没有通网。别看程毅采访时如此天然呆，其实剧中花絮里面的他非常沙雕中二，小嘴巴叭叭叭说个不停，把人家女主都吓得一激灵，吃个果子都能吃出表情包。偶像包袱是什么？琪琪子表示不知道。看过花絮才知道，原来私凤是我对程毅最大的误解。不过花絮和采访反差那么大也不奇怪，因为程毅是金牛座，天生慢热，看起来是个憨憨的直男，但也非常温柔踏实。读书的时候为了追女孩子，给人家送了1年的早饭，在这点上真的跟私凤很像啊。现在的程毅的重心都放在了事业上。这之后他还有4部待播剧《梦醒长安》《长安诺》《山河月明》和谍战剧《迷局破之深潜》，一部接一部，再也不用担心剧荒了。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喊我脑子都是程毅？程毅什么时候来娶我？18岁的我可以吗？